只要看懂一种成交量，逃顶抄底难不倒你，一种量能通通搞定。成交量有6种，高低平背 T 缩量，而在这6种量能中，最宝贵、最稀有，并且可以同时用于抄底、逃顶的只有一种，就是平量。平量柱指的是和临近成交量基本相等的量柱，它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。当它出现之后，市场往往会有变动。这里出现平量，价格见顶下跌；下跌出现平量，价格止跌上涨。它是成交量中稀缺量柱，也是一种蓄势量柱。它的出现说明有一方能量等待爆发，常常会在平量后出现市场趋势的改变。平量通常是主力控盘的信号，平量它也是买卖双方涨时的平衡点，而关键是平量它是涨时的，所以平量后必然会出现市场的方向变化，而这种方向我们可以通过位置、确认、颜色3种市场要素来判断后市的涨跌。阿哲今天会将平量变盘技术全部分享给你。如果是新朋友，不要忘记观看视频的同时点赞订阅阿哲频道，未来会有更多技术干货分享。判断平量变盘方向，第一个影响因素是价格的位置。当价格没有出现明显加速或是明显上涨行情，这时候出现平量，我们定义这种低位平量更容易变盘上涨。而如果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加速上涨，而那个时候的平量就是高位平量。高位平量变盘后更容易产生下跌行情。同理，下跌，特别是下跌破位一段时间的个股出现平量，也属于低位平量，在变盘后看涨概率更大。这是特斯拉近期的行情走势。在2周前，阿哲的公开行情解析视频中就曾经用平量变盘技术告诉大家，特斯拉这一次破位下跌出现的平量大概率是变盘低点，半个月后回头看是不是如期止跌见底上涨。学会平量变盘技术你也可以做到。第二个影响因素是确认 K 线，这一轮上涨行情倍量出现加速上涨， T 量蓄力，股价延续上涨，而在最后出现了一根高开低走的假阴线，而成交量它是平量，2天量能误差在 5% 之内就可以确定平量。平量柱后第2天被一根假阳线破位，这种跌破平量 K 线低点的动作，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对于变盘下跌的一种确认。后续是不是价格没能继续上涨，而是出现了由上涨到震荡的趋势变盘走势。同样的，你看看这里，股价处于低位，这2天的震荡10日星，底下成交量是平量，10日星代表价格的变盘信号，而平量是成交量的变盘信号。当量价都为变盘提醒，这种平量柱你一定要更为关注。同时它前方还有高量柱 K 线，股价形成了短期的高量不破结构，在平量后这一根仿包 K 线代表了平量变盘大概率向上，同时构成了高量不破仿包拉升买点。是不是从这一天开始，趋势从低位震荡转为了启动加速上涨？最后是第3种影响因素， K 线的颜色变化。目前我们学习的是基础平量，所以只有2根 K 线，那么2根 K 线的颜色组合就比较单一和简单，它可以是阴阳或阳阴，也可以是双阴或双阳。前2种意味多空平衡，后者双阴代表更偏向于空方变盘向下，双阳则代表多方更偏向后续变盘向上。在低位起涨出现了双阳，底下成交量是平量，那么低位双阳平量，我们认为多方能量更加容易变盘向上，并且后续确认 K 线也是突破 K 线。当3种因素叠加，这里看涨意愿更浓。注意了，如果市场处于高位，特别是价格已经出现明显的短线加速，那么哪怕双阳平量出现，很多时候也很大概率会成为物极必反，反而要小心见顶。
我们不能单纯以颜色判断为主，而如果市场在上涨或是反弹中出现两天收阴，下方成交量平量，那么这种平量我们更倾向于后市看跌。这里除了双阴平量，同时还有一阳一阴的平量，这种颜色交错的平量，如果是阴线在后，在 K 线颜色因素中也是会比一阴一阳的平量更偏向于看跌。同时后续有放量下跌破位，一根阴线打破了前方两个平量的低点，这也是一种确认的方式。所以哪怕这两次平量出现的价位不算是高位，当另外两种影响因素告诉你后市偏空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这种量柱后去看多做多。当然了，如果双阴平量是出现在下跌中的低位，或是强势上涨后的回调低点，也有很大的机会出现物极必反行情。双阴平量有时候反而会见到低点，这就是平量变盘的三种影响因素。单纯使用效果会比较弱，但如果叠加分析，那么平量变盘的后续方向你基本可以大差不差。这就是量柱六因子中的平量变盘技术。当然这也是一种基础量学使用，未来阿哲还会告诉你更深入更高端的量学交易技巧。希望本期视频对你能够有所帮助，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。